以前呢，对咱们是爱答不理，现在他是高攀不起，说的就是立陶宛。现在想回头求和，结果发现嘿，咱们中国压根就没空搭理他。那提起这个立陶宛啊，大家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那个波罗的海三傻里的领头羊吗？没错，就是他，人送外号大傻。这为啥叫他大傻呢？因为他干的事往往是损人不利己，有时候甚至是杀敌为零，自损1万。那这事儿得从去年的11月说起。那个时候立陶宛刚搞完议会大选，新上来个总理叫帕卢茨卡斯。这家伙一上台这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呀，知道自己家的经济快不行了呀，得赶紧找个大腿抱抱。那找谁呢？看来看去呢，还是中国这根腿最粗了。于是乎，这位新总理就开始频繁的向咱们抛媚眼，那是明里暗里委婉的发信号，意思大概就是哎呀，以前是我们不懂事，咱们重归于好吧。但是各位猜怎么着？咱们中国这边呢，那叫一个风平浪静，连个水花都没泛起来，完全就是一种已读不回的状态。立陶宛这边就有点懵了呀，他们心里面可能还想我可是立陶宛呀，我主动示好，你中国不得受宠若惊啊？结果这个现实给他们一记响亮的大耳刮子。那时间来到今年的2月18号，立陶宛总统那边的安全顾问这大姐面对记者的时候那是一脸的幽怨啊。她说，截止目前中国对改善双边关系没表现出多大兴趣，也没有主动修复关系，看来这个僵局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听听这话里话外呢，就透着一股子酸味儿，意思就是我都给你台阶下了，你怎么还不下来？中国网友听了都乐了谁稀罕你这个台阶啊？我们忙着呢。这眼瞅着上半年就过去了呀，立陶宛那边是真急了。那到了6月份，波罗的海通讯社报道说那个总理帕卢茨卡斯居然搞了个所谓的最终提案。听听这名头，最终提案，那搞得跟最后通牒似的呀。其实这个内容呢，还是想跟中国商量怎么化解障碍，说白了就是想让中国松口，恢复贸易。然而结果咱们都猜得到，石沉大海。中国这边依然是信号不好，听不见。这下好了，这外交上碰一鼻子灰，立陶宛国内也是后院起火。那到了7月下旬呢，这个想求和的帕鲁茨卡斯总理摊上事儿了。啥事呢？涉嫌金融腐败。好家伙这还在任上呢，就被爆出了屁股不干净。那没办法，只能辞职下台，灰溜溜的走了。那他这一走，谁来接这个烂摊子呢？8月份他们那个社民党也是人才济济推出了一位新人英加鲁吉涅内。咱们得好好说道这位新总理那这位大妹子那是真新呀，据说和这个腐败案没瓜葛，但是咱们看她这履历行政工作经验只有8个月。我的天8个月的工作经验，在我们这儿可能实习期刚过，还没转正呢，人家直接干总理了。议会投票的时候那是相当刺激78票支持，35票反对，14票弃权。就这样，这位只有8个月经验的大妹子稀里糊涂就坐上了立陶宛总理的宝座。这个时候咱们不禁要问了大妹子你这位子坐得稳吗？他面临的问题那可是相当棘手前任留下的全是烂摊子，政治上一团糟，外交上四面楚歌，民生上怨声载道，这贸易上更是惨不忍睹这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摆在那儿，如果不恢复跟中国的关系，立陶宛的经济就像掉进了沼泽地，越挣扎越陷得深。咱们这可不是瞎说有这个数据为证。根据这个立陶宛国家统计局4月28号发布的数据这个国家现在是个啥情况呢？立陶宛总共人口也就不到300万，那差不多咱们国内一个中等地级市的一个规模，但是有将近17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咱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绝对贫困是什么概念那是吃不饱穿不暖，这政府外债高达450亿欧元，这是个什么天文数字分摊到每个立陶宛老百姓头上，那都是一笔还不清的债这物价指数那更是高的吓人比旁边的德国还要高。要知道德国那可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收入高物价高点也正常。你立陶宛这个收入水平物价却比德国还要高，这老百姓的日子还怎么过呢？
咱们在这个新闻里看到，说立陶宛这300万人口里啊，居然有1/10的老百姓，也就是几十万人得靠翻垃圾桶领救济过日子呀。这更让人痛心的是这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因为活不下去据说为了生存，大量的女性被迫从事那种见不得光的行业，甚至包括未成年人你说这哪是一个正常的欧盟国家这简直就是人间炼狱所以呢，这位新上任的鲁吉涅内总理他心里也清楚，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赶紧修复和中国的关系因为只有中国这个大市场，只有中国的供应链，才有可能把立陶宛从 ICU 里拉出来。毕竟立陶宛这属于自残了3年多，血都快流干了，再不输血真就得办席了。那9月10号呢，这个新总理对着这个媒体放话了，承诺要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能回应他们恢复关系的提议。当时我就乐了这就好比这蚂蚁指着大象说，你理理我，不然我就咬你这中国怎么可能有时间搭理他呀？咱们忙着搞建设，忙着星辰大海呢。那后来怎么样呢？见这个中国不理立陶宛是真生气了决定要给中国点颜色看看。10月2号这个立陶宛能源部长瓦伊丘纳斯这位老兄也是个人才放出狠话了，我们要把中国制造的组件从立陶宛的能源设施里通通移除，包括电网的逆变器等等。理由呢，那是相当的高大上为了避免立陶宛电力系统对中国的依赖，为了国家安全。咱们中国这边一看，哟，这么硬气行，那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我不说话，我就看着你拆。你有本事别光说不练你倒是拆拆到你电网瘫痪，到时候可别哭着喊着找我们买新的。那大家肯定好奇，这立陶宛拆了中国的，用谁的呢？瓦伊丘纳斯的替代方案那是相当的天才跟越南合作。没错你没听错，就是那个越南。今年夏天呢，立陶宛跟那个越南签了协议，说要用越南制造的组件来替换中国的。各位，这就搞笑了越南那边的电力状况大家又不是不知道，工业园区隔3差5停电，还是得从咱们云南、广西买电。你自己都缺电，你还能帮这个立陶宛解决电力安全？那再说了，越南的很多组件那个原材料和核心技术是从哪儿来的？还不都是中国供应链过去的？这立陶宛这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还得多花冤枉钱。除了找这个越南呢，瓦伊丘纳斯还有第2套方案，搞海上风电。他说要启动一个700兆瓦的海上风电项目，听着挺宏伟的是吧？但是这事办的那是相当大傻。去年1月第一轮招标，立陶宛就直接规定排除中国企业。结果呢，大家都知道，那现在的风电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成本，中国企业那是独步天下。你把第1名排除在外，这个比赛还怎么玩呢？果不其然，首轮招标只有1家企业投标，还是立陶宛自己的国企。那根据法律至少得有2家竞标才行所以呢，首轮招标直接流产。这立陶宛不信邪，今年的5月2号又搞了第2轮招标，这一拖呢就拖到了10月7号。立陶宛国家能源监管委员会一脸尴尬的宣布第2轮海上风电招标再次失败。这次好歹凑齐了2家企业，为啥还失败呢？还是跟中国有关。维尔纽斯日报爆了大料，原来立陶宛政府死鸭子嘴硬，要求项目方必须使用非中国逆变器，这就坑爹了不用中国的，成本那是蹭蹭往上涨。据测算，欧美产品的单价要比中国企业高出 38%， 而且交货期还要多等9个月。最要命的是哪怕是欧美的产品，核心芯片还得从中国的长三角地区采购。那这账一算呢，竞标企业发现根本没法干，利润空间比纸还薄要是把成本加到电价里，立陶宛政府又嫌贵，承受不了。所以呢，2次招标2次流产，这就是典型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还嫌马儿身上有红色的毛。那这事还没完，最精彩的来了那就在宣布招标失败后的不到1周，也就是10月8号，立陶宛能源部突然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呀！再这么硬气下去，老百姓真得点蜡烛过冬了。毕竟冬天要来了，波罗的海的冬天那是真冷于是呢，10月8号下午这个立陶宛能源部来了个光速滑跪，他们悄悄在官网上更新了一条常见问题解答，里面加了一句话：如果无法找到可替代产品，允许电力项目方申请豁免。听听，这距离他们那个部长喊着要彻底拆除中国组件，仅仅过去了6天，6天呀！这个话音还没落呢，就把吐出去的唾沫又舔回来了，这脸打到这是啪啪响
那当地的维尔纽斯日报记者也挺损的，追着问谁来界定什么叫可替代？这个豁免是不是就是指可以用中国产品了？这立陶宛政府发言人也是支支吾吾的说，这个嘛，由独立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就是这么又菜又爱玩啊！明明离不开中国的产品，非要装出一副贞洁烈女的样子，最后还得偷偷摸摸的开后门。咱们再看看电价啊，自从这个2月份，立陶宛为了表忠心，彻底切断跟俄罗斯电网的联系，结果呢，不到1年，立陶宛的电价暴涨了46%，老百姓看着这个电费单子都想哭啊！这个压力啊，全到那个新手总理卢吉涅内身上，所以他也没办法呀，只能让能源部给自己留条生路，允许申请豁免吧，不然这个冬天真的冻死人啊！那这个事讲到这儿啊，大家以为这个立陶宛就长记性了吗？没有，就在前几天，11月19号，立陶宛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又跳出来了，他对着媒体抱怨说啊，我们在发出和好信号后呢，这中国半年都没有回应，一直沉默。那语气啊，充满了委屈啊！我都给你示好了，你还要我怎么样？难道要我跪下来求你吗？那接着呢，这个哥们儿话锋一转，又开始威胁了。他说，立陶宛将对中国采取其他措施。哎呦喂，中国好怕怕！哎，你说你这个电力都自插一刀了，现在还要采取措施？中国网友都好奇了，你下一刀准备插哪儿啊？是插在大腿呢，还是插心窝子呀？难不成你们那几艘破渔船要划着江到南海来示威？这倒是挺吓人的，我怕你们半道上被这个浪打翻了，这还得算在我们的救援成本里。这个立陶宛啊，现在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什么这么惨呢？除了是被这个中国冷冻啊，他还被自己一心向往的干爹欧盟给狠狠的坑了一把。这波罗的海三傻为了配合欧盟制裁俄罗斯，那是冲在最前面啊，搞了19轮制裁。他们天真的以为啊，自己受的损失呢，欧盟爸爸会给报销。结果呢，据美国政治杂志11月27号的报道，欧盟委员会啊，直接拒绝了波罗的海国家的补偿请求。而且匈牙利、斯洛伐克这些国家也说了啊，凭啥给你们补呀？我们还难受呢。那这下立陶宛傻眼了呀，这网友们都笑话他啊，这就是典型的卸磨杀驴。欧盟那是讲价值观的地方，谈钱多俗啊！你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所以说呀，这立陶宛现在的遭遇啊，纯属活该。它是很好的一个反面教材，应该做成标本，挂在国际关系博物馆里，让那些神志不清的小国都来看看。别以为抱上了美国或者欧盟的大腿啊，就能随便挑衅中国，也别以为那些所谓的承诺坚若磐石。那真到了关键时刻啊，你会发现啊，只有你自己是那个代价。中国现在的沉默啊，就是一种态度，是你自己犯的错，得你自己主动纠正。那别想着一边吃饭一边砸锅，更别想着跟中国讨价还价。你先把那个破牌子给摘了，把这个错误给改了，再来谈别的。至于这个立陶宛未来咋样呢？咱们就继续看吧。反正啊，我还是喜欢立陶宛那副桀骜不驯，最后又不得不低头的样子。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